欢迎来到每日更新的丰盛奥文哈。今天来为你继续捕捉恋人的讯号哈。那这是今天的3张牌哈。等一下拿近看的时候，如果你要看久一点，记得按下暂停哦。好，那今天的题目是谁将要跟你告白了？谁将要跟你告白了？哦，好，这就是今天的3张牌哈。那我们拿近看，你要看久一点，记得按下暂停哦。第一张牌是圣杯骑士，好，第二张牌是女祭司牌。它这组牌是用那种编织毛线的一种绘画概念哈。来，第三张牌是星星牌。好，那我想你们都很会选哈。那选好的话，我们就开始咯。好，那我们就从选择第1号牌的朋友开始哈。我拿一下这个。好，第1号牌的朋友哈。那今天的题目是谁将要跟你告白？我们一样先从5张牌来看一下整个能量的结构，基本结构是什么哈？好，先从第1张开始。好，我来看一下，应该这张，从宝剑4开始哈，宝剑4。好，我看一下哈，宝剑4开始是一个蛮特别的起步了哈，因为宝剑4其实啦，它也带了一些水的能量，而且是圣杯骑士的能量哈，在不偏远的地方。其实宝剑4的能量比较靠近蛮多的水能量，所以它不太算是一种完全与情感水能量隔绝的一张牌。它其实有影射出蛮多的水能量的，所以以这一个牌面出发的话，这个要跟你告白的人哈，我想他在内在，我觉得他饱足了。什么样的饱足感？就是他对于情感，或者应该就是说他对他自己个人的满意度吧，满意度、认同程度，或是我觉得他非常喜欢自己了。现在那不到自满，也不到自大，他好像经历了蛮多的事情，然后经过一阵的休息之后，得到了对的能量，然后现在这个时机正好，让他有点在某方面是觉醒的哦。然后这一副牌，这张牌后面还带有一些皇后牌啊，正义牌所带来的一些确定感，一些真正的能量，而且是他有所收获之后的自己。也就是说，他现在蛮像是一种进化了啦，他进化完成，或是进步完成，或是已经调整完自己的一个好状态。所以以今天这个牌所作为第1张来想，我想，他对于他要跟你告白这一件事情，以我这边看到了他的人格的结构来说，他是非常在意自己是否已经确定好自己的位置，确定好自己的心意，确定好自己够不够格。其实确定好自己够不够格，这个能量还蛮大的哦，蛮强大的哦。我反而对于他对于自己的要求挺高的，尤其他还要在跟一个人告白前，他对自己的要求品质高到我们有点难以想象。所以他浮出台面跟你告白的时候，请相信他已经是个非常好的人了。所以近期你接收到一个人跟你告白哈，我觉得你可以先确定一件事就好，就是你可以先问他喜欢你多久了。喜欢你多久了？你会从他的回答跟他的表达里面，你会发现他其实有多在意你，他观察你多少，他理解你多少，然后为什么要跟你告白。我发现他有你从这个问题切入，他会
蛮多的讯息会跑出来的。我是从这个牌里面去衍生出非常多的讯息来告诉你，这是一个小小的诀窍。那我必须说，近期可能不会告白很明确，应该会有这个啦。但是我有看到旁边有一些小能量，是有些人会开始主动对你示好。那这个示好跟要跟你告白的能量还是有一段距离，所以这边只能说这个小方法了，就是如果你发现谁喜欢你或是谁告白，记得问他一下喜欢你多久，你从这里可以确定他喜欢你的厚度啊，整个过程啊，还有到底知不知道如何喜欢你。这一点还蛮重要的。那以距离来说，我看一下哈，我们就以这张牌的这个人来说，我觉得，我本来要说他准备好了，而且我也觉得他很靠近。可是当我有这个念头出来的时候，突然得到一个讯息是，他现在有自己的事情先忙一下，所以再等一下。这个人的话要再等一下，他现在突然有些事情分身乏术，要等一下。那不过算很近了啦，很近了。来，我们继续往下看哈。10这个其实这个牌跟我刚前面说，我说他已经到了某一个时间点，他才转了嘛，然后他已经准备好了嘛。其实这个牌就是他这张牌讲的比较像是说他怎么，他经过了什么，累积了什么，编织了自己什么。成为了现在的自己，要来到你面前啦。这张牌其实在讲这个啦。那讲了那一个翻转那一个怎么变，没有讲很多，只说他已经变了，已经从某一个，如果要讲这牌讲的话，他可能会说某一种比较低潮的状态下，已经翻上来了，已经转上来了。那如果这张牌出现在这个位置，其实我觉得他在暗示一件事情是，如果他没有这一个爬上来、翻上来的经验，他其实眼睛看不到你了，因为他的眼界跟他所喜欢、他想要的归属，可能在这个翻上来之前，他还没有确定，跟他不知道什么适合他，或是他本来的喜好的方向的角度是没有你这一个类型的。那这一个点跟你好不好其实没有特别关系，而是他的视线终于在他的提升跟转换之后，来到了能看到你的境界里。不过我提醒这个境界并不是他原本是低，你是高，然后他到了比较高的地方，没有，是他的眼睛现在能看得到你了。之前的他，即使你出现在他面前，他也看不到你。有的时候人就是这样子，因为他有很多的线索，让一个人能不能看到另一个人啦。整个契合度、能量，跟他的需求、跟他的想要、跟他的渴望、跟他对未来的憧憬，会影响他现在能看到哪些人。这反过来，也就是说，以前你喜欢的人，你现在其实看不太到了。那种类型、那种样子，你现在其实看不到。那是因为你已经在你的眼睛看的东西已经是不一样的。那现在的他是看得到你身上的好的、你的优点、你的魅力、你的内在的很多好的东西，他现在是看得到的。所以在他看到你之后，那我就是已经翻转过来到那个另外一个境界的时候，他看到你之后，他就开始有别的喜欢，然后有新的感觉，我帮你看一下哈，他这一段，其实他有某些冲动啦，因为毕竟这一张牌，其实在某一个论点角度来说，它是被圣杯骑士所包揽的，所管理的，是它的附近的一些角度会包括到的，所以它确实是被比较强的圣杯骑士的能量影响。这能量代表着什么？比较趋于浪漫的，比较对爱情有多一些憧憬的，多一些憧憬的。那这个牌附近的好朋友可能也有包括所谓的角度上的，也有可能有圣杯，圣杯5啊，然后再远一点有圣杯6，都是一些好的，都是一些对于爱情比较重视的水能量，不能说好啦哈，因为一半一半这样。所以他看到你的时候，他注意到你的时候，其实那个爱情的能量，那个爱情的渴望的能量，其实还蛮强大的哈。那他很难忽视了。
那以现在的来说，他就是差不多准备的差不多了，哦，那应该不会太远，他就会跟你告白的啦。我觉得没有特别远哦，那距离。来，好，我们再把那个，好，还有一张哈，等一下再翻，我先盖起来。好，先看一下权杖国王哈，国王的话哈，我看一下把手数，这权杖国王哈，它的一个角度上的位置其实也没有离这个非常远啦。就是说，以一个角度上来说的话，它应该是在这个位置，它在这里位置比较有这样子的一个角度上，然后它们的边边有一些水能量，譬如说是圣杯7的能量有一些关联，就是它有一些联动起来，所以即使是权杖国王出现的时候，它底下带着那一个水能量，还是隐约的讲它多次哈，因为我一直被那个隐约的，有点像溜滑梯的往下拉很低这样，然后再也是跟宝剑4有一些关联啦。那它这个牌在这里，我觉得，它其实在要跟你告白前哈，其实它有一个很强的冲动，毕竟是火能量8内在里，因为它包含了一些权杖8。那这个冲动的能量，这个很快速就会到达的能量，其实有驱使它节奏加快的走到你附近了。哦，那我是有一点觉得8后面9的能量有把它拉住一下，他突然保守了一点，所以我刚是不是说他可能最近有一些事情，他先去做，要再等一下？我觉得他是故意的让自己分心，因为他太靠近你的时候，他有一点担心他太接近真相，而且内在的有一些小小的小害怕就出现了哈。那也就对应了权杖9在这个权杖国王附近的那一个能量有出现，所以他开始选择他本来比较躁进啦，比较激进的要靠近，就有点像是一触即发的东西跟你说他喜欢你这类型的这个方面的，可是突然他变得小小的保守了起来。虽然我们前面说他应该都是准备好，是准备好了没错，可是他心里的那一关有一个小小的关卡还没过，所以你说他最近要告白吗？我觉得确实还需要再等一下下哈，就我们再等一下下就好了。那我们再看其他的牌的，好，到3了哈，金币3，还好，金币3，我看一下它的，如果是在这么，我觉得它这个部分，我觉得金币3所带来的这个状况是比较像是他很害怕会发生的事情哦。我必须说了，金币3本身没什么问题，即使他有些害怕，他本身有一些对于这件事情的不确定、不安感，他其实可以问问朋友，朋友会告诉他诀窍，没有错。可是难的是，当他一切都准备的蛮不错的时候，很有把握的时候，他心里开始慌了。好，除了他会选择比较保守的状态之外，另外一个点拉住他的是，他把事情推敲的到更远的位置，然后产生了某些惧怕，让他觉得说，他会不会跟你一告白之后就全毁了？这句话就跑出来了，连朋友都做不成。所以我们从这句话出来之后，我必须说，他跟你算认识哦，因为这一句连朋友都做不成这句话已经跑出来的话，那表示他不是一个陌生人，他也不是你不熟的人。不熟，我收回这句，因为这个熟的定义很难定下。我觉得我觉得也没特别熟，也没特别不熟，叫得出名字，能够聊天，差不多这个状况。哦，那让我仔细看一下3哈，因为这张牌哈，
我必须说，他后面下面引申的牌有什么？有恶魔牌，表示他很难抗拒对你的喜欢，很难很难把他拉得这么近，他其实随时都能跟你告白。可是因为这个牌下面所引申的牌里面有一个小小的比例上有塔牌，他那一个怕事情做错就一切就毁灭，他没有办法回复，或是他要重新建立这个关系的这个巨牌也有在他心里跑出来。所以我必须说，他现在此时此刻比较多的挣扎是在于不敢，所以也有一些没把握。他对自己很有把握，但他对告白这件事情没有把握，很奇妙齁。可是我觉得他再怎么把自己拉住、拖住，都没有办法去抵抗这些牌下面其实有世界牌的门有打开，有命运之轮的门有推动。他其实是站在一个像是机场的那个运送旅客的那个输送带上面平面的。他再怎么想往回跑，他再怎么紧张，可是输送带还是慢慢的已经把他推到那边。因为当他开始有起心念头要跟你觉得你喜欢你，然后有点想跟你告白的时候，他已经上了这个输送带上了。只是这个输送带的速度是否能够抵消他倒着走呢？我就不知道，因为他如果能抵消，他就会停滞下来。可是以我现在看到的动能来说，他的倒着走，他的退后赶不上把他送去你身旁边跟你告白的那个时间点，所以速度是变慢了，但是告白是一定会要发生。因为我发现有一些好的能量在下面哈。那他拖住自己的一些，譬如说塔牌能量啊，对自己的抗拒这些能量，我觉得都不够强，因为毕竟底下出现的世界牌就出现一点点哦，我觉得世界牌能量还蛮强的啦，然后附近也有命运之轮，可是命运之轮加起来也有大有小哈，那让我再看一下哈，OK， 好啦，反正总结它只是时间上的问题，但是它已经慢慢往要跟你告白的路上来。好，没关系，我们再往下看。我很意外是在这个地方出现这张牌哈。那宝剑9哈，他那个内在的害怕哈，他有点太放大了，哈。那我在想啦，因为他这个牌出来的时候，有一个瞬间的讯息让我告诉我说，他以前有一些状况哈，他有一些状况让他蛮难去突破这一关的。也许他以前有倾诉全心意去跟别人告白，或是什么，可能有被拒绝，或是他可能在某一个恋情中，然后也是全心全意的投入，然后也有被拒绝，或是被抛弃，或是失恋之类的。我们等一下往这张牌来翻，所以他其实我看到的很多东西，它都是还蛮完美的。整个结构、整个状况，它内在什么的，其实我觉得都是还蛮完美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到了这里就卡住，这个能量不强，可是足以拖慢它的速度就对了。那坦白说，这里也是有塔牌的能量，也是有出现了。可是后面有魔术师牌、有恋人牌的映射，也是在推动它。好，这5张牌我先找个结论，就是它其实已经可以跟你告白了，只是他内在的某一些过不去，正在拖慢他跟打击他的信心哈。在某方面来讲，我觉得时间简单来说，我们用加分跟减分，加分的速度推动他告白的速度大于拖慢他的速度，所以慢慢的他终究还是要到跟告白那个地方。可是他会有一个状况，他会很紧张。
他跟你告白的时候会非常紧张，有点有别于他原本对自己的满意度。其实他对自己非常满意，我们刚刚前面讲了，可是这一份紧张会让他可能说错话，不知道怎么展现自己。所以以我们这里的角度，必须给你一个小小的建议跟方针，就是如果近期真的有人跟你告白是很紧张的，记得回应好一点。其实这件事情我常讲，但是真的将心比心一下，或是有点恻隐之下，回应好一点。无论你喜欢或不喜欢，或是你只想先做做朋友，都 OK。记得回应好一点，不要用居高临下的态度哈。来，我们来看这张，来帮他翻3张。好，来多翻看看，我来多翻一下这3张给的讯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是直接讲你谁啊什么的？其实我有时候我的方向不一定要往那里去，就是说故事大致上大部分就是这样子，结构版本就大概是这样。只是我们要从一次次的这个内容里去理解什么？去理解每一个人背后可能发生的故事。很多人不告白跟告白，其实背后都连带了非常多的故事。从这些故事去什么理解你我他，更重要的是理解你自己。因为你此时此刻没有认同感，或是没有类似的感觉，你未来不一定没有啊。那也有可能你在跟你朋友在讨论类似的事情的时候，你就会有比较多的方向感，你会比较多的故事，你会知道说很多的可能性是这样子，就不会非常独断的觉得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我觉得感情上不是这样，我觉得感情有非常绵密的选项跟状况哈。当有人告诉你说情感啊什么，反正做 A 它就是 B， 然后做 C 它就是 D， 这样我觉得这都太硬了哦。人还是有4种能量的组合，会有非常多的可能性。所以，我们从这边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9，它到底是哪一种方面的事情来让他拖住他自己，没有办法这么快速的就跟你告白哈，或是这么坦然的跟你告白了啊？我个人是蛮好奇的。好，来做一个交叉让画面比较不呆板。好，先这个哈。宝剑7 ，OK， 宝剑7啊，我的直觉告诉我了，他以前的感情有被骗过了哈，所以他其实很难那样，所以他遇到感情上的时候，其实当他越来越靠近一段感情的时候，应该是说从那一次被骗或者之前被骗之后，他遇到感情的时候都处于一种偏保守处理的状态。他也没办法，因为每一次太接近真实的感情，就是说他原本处在暗恋或喜欢你跟你保持距离的时候，那个状态对来讲是安全的、舒服的，因为他没有要去承担或是去接受这么靠近的感情在面前告白之后这么明确的回应在面前。可是等到他越来越靠近，越来越接近那个真相，告白的真相，你是否喜欢他？他越来越接近自己内心真正对你的喜欢的感觉的时候，他就会采取一个保守状态，因为他之前的不好的经历有出现。好，那我想，我直接跟你说，他这边给的讯息，他被欺骗不一定是对方欺骗，也有他的朋友欺骗。我只能提到这里，他的欺骗有包括他以外的其他人不止一个。所以他情感上面其实是蛮受伤的，好，其实他在情感上面是蛮受伤的。哦，我姐的习惯跟风格，我只会点到这里，后面你们要怎么样组成什么，那你自己去组。我只会说，他可能欺骗他的不只是他在恋爱的人，连他的朋友也有在欺骗他，就这样哈。所以我在这里越看越到这里的时候，我就越来越。我对他的共感跟怜悯心就越来越强，所以我才说，如果近期真的有一个人跟你搞他记得给他很好的回应好吗？给他够好的回应哦，够好的回应哦。来，我们再来看其他的6张哦，6个方向来。好，这个牌真干净。
其实我也在练习看这么干净的牌，因为我的习惯是看很复杂的牌哈。但是我也在花很多时间在练习这种干净的牌。来，先这3张，那另外3张我先翻起来好了哈。好，先在这里放着。好，先看一下 ，Page of Cups 哦。水能量都出来了哈，可是水能量出来的位置是在偏太过理智的位置啦。我仔细看一下9，圣杯9哈，那个自我的位置哈，那我找一下我的记忆方，好。其实以这个牌象来说，你跟他的情感面用非常严格的角度跟能量去审核你跟他的情感状态好不好。这边给的答案是蛮好的，而且也给了一个蛮好的方向，是说你们2个相遇的时机其实是蛮好的。就是说，不是他告白的时机好不好，而是你们2个相遇，你给他看到的时机其实蛮好的。我觉得在某种阴性的能量来说，我是觉得是受祝福的，是偏浪漫的，偏被水能量支持的。只是这个能量是否能够开启你们2个的关系，其实比较多的角度是要比较为难他啦。因为他这个牌底下也有倒吊人牌，有一些东西好像是在提醒着我们要去体谅他跟你告白前，他其实要经历蛮多自己内心的挣扎跟挑战。更多的方面他应该要去看宽，要理解原谅自己很重要，原谅其他人，原谅过去的事情，原谅自己都很重要。我只能这样说，因为毕竟这件事情不在我们看的人身上，在他身上了。那从这个角度，我也顺便跟看这选择1号牌的朋友说，有很多过去的事情呢，无论是对方犯错，或是你犯错，或是整件事情看起来就是错的，或是好像不公平什么，等到后面过了之后，虽然我们心里有很多不甘或什么，可是为了自己的未来来说，我们要试着原谅。原谅什么？原谅这个无常啦。原谅这个我们无能为力，所以才说为什么我们要原谅自己，因为我们要原谅自己的无能为力，跟对方有太多东西我们可以原谅了，那么就不值得一提了。因为要去处罚对方、责骂对方，这时候太多东西可以了。但是我们可以反过来原谅什么？原谅这一件事情无常的发生，跟原谅我们无能为力去改变、去拉回去什么？我们原谅自己的能力不足也可以那以这一题来说，这边讲的原谅比较多的是他在跟你告白之前，他应该要好好的思维原谅自己啦，原谅自己过去没有办法处理得很完美，原谅自己没有办法照自己的心意把事情走下去。他这关过了，那他这里的东西就会过所以我们从这边讲，然后希望把这个意念传到空中，看能不能在集体意识中传到在那边，然后让它开窍起来。这边有。那以你们2个相处的角度来说，这边都觉得是不错的向往，不错的方向能够相处的蛮好的，水能量都在一个比较精致的状态去处理你们的关系的未来性。白话一点就是说，你们的相处不是莽撞的遇见，不是偶然的遇见，是一种2个能量经过严格的审核处理之后，确定这2个能量是能够在一起的，所以在你们2个遇见的时候，才会有比较高度的契合感。这个都是他跟你告白之后，你才会发现的。那在他告白之前，我觉得你们还比较难发现这个问题，因为他这里我觉得他放在一个需要在更靠近的阶段才会知道的事情。你们要在更靠近的阶段，那我觉得现在在他告白之前，你们的距离是一种中等的，就是要好不好，要坏不坏，要熟不熟，要陌生不陌生的状态。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宝剑女王的话，还是一样啦。她其实这里希望你理解一件事情，对方之所以还没有告白，就是我们刚前面讲的，他还有一些旧的东西还没有面对好，他没有办法处理完，他没办法处理干净再跟你告白，没有，他必须要想开。好，希望他能够理解我们这里这2张牌所传达的讯息。他希望哪一天他睡觉的时候梦到，或是醒来就突然觉醒了。我希望他能够感受到。那我们这里呢，如果你有类似的，你现在也可以去体会一下那一份原谅那份原谅，它有带了一个性质是牺牲。牺牲什么？你要牺牲自己一下。为什么这么说？就是说，如果你还是过度保护自己的感觉，对于过往别人对我们的不是，那你就很难牺牲自己的这一份想要对自己好的感觉来去原谅，来去选择使用原谅。无论你是原谅他，原谅自己。好，这一句比较难，但希望你能够体会一下哈。一定要有一个从牺牲自己的概念出发，才能够比较好使用那份原谅，好吗？好，那我们再看这里好了。好，解这里牌的时候，我先讲一下哈。今天这组牌会讲的比较深，而且我个人认为还偏向有一点点哲学性。主要来是因为这一个人的能量一直让我感受到他的高智慧。我一直觉得这一个人，我们讲的这些事情，他都能够自己突破，因为我有感觉到他自己的内在是品质非常好的，他能够想通的，而且他甚至很容易这样用同样的问题，他能够轻易的解决他的亲朋好友类似的问题、感情问题、生活上问题。他是个，我不想说他是个非常聪明的人，但我觉得他是个很有智慧的人。所以当我在看这副牌的时候，感觉到他的时候，我一直觉得我没有办法讲非常简单的用字，因为我好像在对他说。如果要说到他的骨子里，我就觉得应该要再用更难的字眼。所以我在说的时候，今天这一题会有比较多难的句子造句，可是我会尽量把它拉回比较好理解的。就像刚刚这个牺牲的这个，你可能要听几次或什么的。虽然我们的那个字幕是 AI 的，会有错字，可是你听一下那个句子来，那我再看一下这里。好，这都是不错的牌啦。这里，对于整个这个感情或是你遇到他的时候，你会表达的善意，或是你会带给他的某种希望的感觉、好感让他突破他自己内在的心境的这个向往，都给了不错的方向。也就是说，其实他应该先跟你告白的，因为他能够更近距离的感觉到你的存在，跟你身上所散发出来的某种正能量是他需要的。我这边要提示一下不是你的正能量都适合所有人，或是你没有觉得你自己很有正能量，可是他需要你身上的仅有的正能量也可以，好吗？他需要跟你有没有散步，跟你有没有想要给别人，跟你有没有刻意的表达正能量都没有关系，而是他知道你身上有他要的，那都是处在一种比较有愿景的，比较有方向感的，反正你身上有他的方向感啦，而且是偏向于舒适的、疗愈的。好，那从这个角度，我们时常说，从这个角度来看，你要用他的角度来看你自己，其实你会不会没有好好的发现你自己的好，而需要从别人的眼光里面才发现呢？其实讲到这里，我们常常会把整个逻辑回归到一个重点是，无论有没有这个人告白，但是应该不是说有没有人这个，而是无论这个人最后有没有告白，或是他现在离告白还很远都无所谓。但是从牌面上看到的是，你身上有某种好是他需要的，而你可能还不自知的。所以我们要回头看自己，我们是不是太少发现自己的好了？我们太少用别人的眼光去看到我们的好的一面，而我们太习惯只在意别人怎么看到我们的缺点、我们的缺失、我们的不完美。要换一下，我们其实有很多好的地方，也是在从别人的眼光里面看到。这边有说那这边圣杯2也在讲这件事情，讲什么？讲他者，其他人在这里
怎么给我们好的方向感。别人的目光里所看到的我们的好，我们的优点，是怎么旁敲侧击的引领我们走向我们的路，对我们比较好的路，对我们比较能够展现自我优点、自我美好的那一条路。有的时候我们自己没办法判断，我们可以靠别人的眼光。也就是回到一点，有的时候你 po 照片或什么，100个人跟你说照片很好看，可是你却只会在意有1个人好像有点酸你的照片。记得100个人那个能量跟那一个酸你的能量是一模一样的强大，好吗？一个好留言跟一个酸留言都是一样强大的，好，没有负能量比较强这件事。所以这边在讲的是，可以试看看用他人对于你的喜欢跟称赞的目光来调整自己，怎么看重自己，怎么欣赏自己。那回到这一个人身上，他看到你身上的好，比你看到的多很多。因为从这2张牌可以映射到你在他内心所散发出来的光芒，你直接就看这2张牌的光芒就好，我们不要管牌意，你就想象你在他眼里会出现这2张牌的乍看起来的那一个瞬间的光芒感就好了。有时候就不要解释这么里面，也是可以解释，但是我就直接帮你引导是那个方向，你就这样想。那你是这样看你自己的吗？哦，这就是有一个差距了哈。好，那差不多，我们来做个小结哈。这个人跟你的关系其实不熟也不陌生，处在一个认识但也不到点头之交这个状态。那他其实各方面是已经准备好，都可以随时跟你告白。可是当他越来越接近你的时候，表示他越来越接近一份真实的感情的时候，他以前过往的不好的感觉就回来了。所以他现在正在突破，好，所以我们等他一下。好，就这样哈。那这是选择1号牌的朋友哈，祝福你得到一个蛮好的告白哦。这个人如果真的告白很靠近了，我觉得他的各方面内在，我觉得我是给蛮高分的智慧哦。好，因为他的能量，当我捕捉到这里，他的能量有影响到我要去怎么解这张牌的一个方向，跟我需要使用的词汇。好，总之祝福你们哦。好，谢谢你们来听。我们继续来从2号牌的朋友开始哈。今天的题目是谁将要跟你告白？哈，我们应该会抓到非常近的人。好，来，我们一样哈，从选5张牌哦。抽5张牌，然后来看一下整个基底的能量是什么哈。来，先慎重的选出第1张牌。是会是这个？力量牌。好，从力量牌开始啊，我想一下哦。我看一下力量牌所影响的范围，这个逻辑说是哦。力量牌其实也就是好，没关系哈。我从这里我感受到的方向很特别，它比较像是一种你这里的能量往外推挤的一个能量。因为我一翻开来这里说，我就一直看收到一种膨胀的东西，从你这边往外推。所以我在想，它其实已经算是蛮靠近你的，可是它一直没有找到方法来怎么说？我觉得他没有那个方法再更进一步的，其实他有那个很强的能量啦，他有那个很强的，可是因为在某个角度里，你这边的能量比较映射出了一些有关于，譬如说圣杯4啊、权杖5的一些能量在这边做一个反射哈。那可是我觉得这些能量其实映射出来的是一个权杖骑士的一些小小的能量，所以白话一点讲，就是说他那边有一个很强能量往你这边来，可是你这边也有一个反抗性的内在的自己的能量往外打，所以他在很靠近你，或是他有一些意念要靠近你
他大概应该已经是算是要告白了啦，可是他也不是内在有所犹豫，他是有感觉到你这边有一些反抗能力，好像从他的底子里，他有突然觉得好像，一直有一种错觉，不知道是错觉还是你这边能量真的有散发出去抵抗了，然后让他觉得说好像时机都不对，好像怎么讲也不对，好像你不会接收到，好像你有一种内在拒人于千里之外的一种很奇怪的讯息在那边接收到。我不知道你们选择2号牌的朋友有没有这感觉，你们自己有没有这感觉？可是它好像这个能量好像来自于你们内在的某一种不期待。虽然你今天来看牌，你一定是期待，可是内在好像有一种非常接近爱情要发生前的时候的某种抗拒。这个讯号，我在很多牌都会跟你讲到，可是我们很少会讲到我们都会讲到对方。当对方有的时候很接近真相的时候，譬如说告白的时刻，他们就会有所抗拒，因为很多事情都是最接近真相前会变质，会害怕。因为它太具体了，它太真实了，它就已经要胜负要有答案了。它不像之前的那一个过程，要走进来的时候充满期待，充满好奇，反正还很远，所以觉得答案还不是很靠近。虽然很渴望，可是真的到面前的时候，就有一种抗拒嘛。通常我们是讲那一个人的能量，可今天好像这个东西是反过来的。反过来，好像你们有感觉到有一些将要发生的事情，可是内心就产生一些抗拒。这个抗拒哈，我等一下再直接对这张牌来翻来看。但是我现在只能可以说，我现在感觉到的是这个反弹的能量。哈，我不知道是你们是这里的自我保护能量，还是某一种，不知道。我现在所能定义的就只有反抗的，它的里面的结构元素。这等一下我们再看，等一下我再翻。好，没关系，好，看后面哦。圣杯国王哈，那好一些，好一些，好一些。把这个，我觉得把这个情况柔软了一些，柔软了起来。柔软了起来之后，然后牌面上也有一些比较其他的水能量，比如说8、9的能量哦，都是一些非常充满的能量了。因为它毕竟已经到了圣杯国王了，它所带的那个水能量已经很满了。然后底下也有月亮的能量哈，也有命运之轮的能量哈。以这样交互做的话，我觉得其实这个点，好，这2张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是算你的，我觉得我还是需要再另外翻一张，不要再把这个当成是你这，我不觉得这个牌是属于他的，因为我想要翻他的，但是这个牌是属于你的部分，所以我等一下再针对这个再翻一张，然后再翻其他3张来解释一下这个东西哈。所以这个2个其实是不同调的，这一个比较像是他的，所以他那边的能量他其实是比较充满的，而且他也觉得时机对，人也对，他感觉也很好，他其实很想跟你告白，可是他就是一直有一种，他找不到劝阻自己的理由，但是他就又觉得有点不对劲，有点不顺，所以他还在找一个非常顺的心情，或是感觉好的时机跟你告白。不过从这里可以看出来，他其实离你蛮近的哦。好，因为我看到他那个能量的交流或是浓厚度哈，一直有种前前后后、前前后后的感觉，可是又没有陌生感不强，不是陌生感不强，所以这你跟他的融洽度还不错，有互动的能量哈。那我再抓一下哈，如果是这个，再更遥远也有一些水星能就是，一直都还好哦。月亮能量 OK， 影响的不大哈。好，现在可以比较确定的是，他内心的水能量虽然。对了，反正他现在水能量就处在一种未知的，不知道什么东西在抵抗他。他内在其实有一些月亮能量是未知的，可是并没有造成不安或恐惧。我看到的这没有，因为前面的水能量还蛮强的。他在这边有一种突然觉得，就是哎呦很难去莽撞的冲动的去告白。他突然有一个念头是这个哦，所以很有趣，我觉得很有趣。我还不知道是什么，但是有个东西挡在你们2个中间，是一种气息。好，不是人事物，是一种气息挡在你们中间。它让这一个接近变得有点怪怪的，变得有点别扭扭的，别扭扭的。
没关系。好，我们这个这边我等一下另外翻哈，我们再补一张这个哈，帮你补一下这个它前面的这张，因为我觉得那一张跟这个没有关系哈。来，等我一下哈，我觉得这个我要再。这样哈，你看这个就比较顺，这还是他这里的、这比较是他那里的，这比较符合我刚刚抓的他那一个方向。他圣杯6了哈，那想一下哈，所以我一直说他内在那个水能量各方面都很充足嘛，因为圣杯6，然后又引来了，又接近了圣杯骑士，它包在里面，它占了一些部分。那他圣杯6，他无论是他自己，或是他朋友，或是他的好朋友，都认为他还蛮适合去跟你告白的，好像也没什么问题。观察上、相处上，有些知道的人都觉得这感情都还不错，而且你们两个人的能量，相处起来，我觉得是比较充满交流性的，就是蛮契合的。它不再是，它很像，是不同的水成分，可是浓度是非常合理的，所以相处起来应该是都还蛮融洽的。不过这里突然给我一个讯息是两个讯息，第一，他有可能会因为你的不，你有可能会因为他的告白而会有一个特别的反应，是他没有预期的。可是他的内在能量有感受到这一件事，可是他没有办法具体是他觉得你可能会觉得很意外，所以他有一些能量在对他产生某种不安啦，某种不安的感觉，他内在。然后他现在有一点点觉得，应该是这一个不安跟不确定让他没有办法立刻去跟你告白。好，然后第二条线是你的部分可能会没办法那么接受整个关系的需要变化。跟他告白之后就会有所变化，所以我刚刚前面讲的那个融洽的水能量，可能它会有点怪怪的，它会有点别扭，会有这样子。那你这边其实是还没有具体的这样子的反应出来，可是我慢慢觉得这里面的那一个阻挡能量，似乎有在预测，或是有一点点在先自我保护。这个关系跟这个状态会有所改变，所以从这边看起来说，这个可能是原本就是你的朋友或什么，然后他其实一直很想跟你告白，想要更进入一个新的关系，就是他渐渐在靠近。可是当他越来越靠近的时候，他发现内在有一些无意识的能量圈的那个时候，两边正在推对方，似乎有点在暗示说，我们还不适应这个关系要从朋友变成新的概念，并不是说要成为恋人或什么，它就会变成说，因为当有人告白了之后，两个人的关系会进入一个新的概念，懂吗？所以他内在可能有些能量已经感受到了这个流动，那这个流动交集之后有冲突，也还在磨合，或是还没融洽起来，所以才会有一种抗拒感。这里的抗拒感更强，其实你并不知道，你内心真正在对于一个很接近的感情有在推进，是你感觉不到。其实你现在的状态是觉得你很渴望，你会觉得有还不错。可是我相信选择2号牌的人，有一部分的人觉得，我觉得不是算半信半疑，而是觉得应该不会这么顺，应该不会这么好，应该不会这么近，这类的。这个不是一种怀疑，这是一种，我都不会觉得这是个怀疑，我都会觉得这是一种很难确定、很难确定心底的那一个感觉啦。我们先不管那个，我们就先管现在牌面上看到，我觉得它内在有一些推挤的成分，可是它这边的能量比较像是一个大洪水、大瀑布下来的水要往这边的，就这边有一堵墙，或者一个防波堤啊，或什么不知道，反正就有一个防洪水的墙挡在这里，然后它就哇，然后在这边打漩涡。好，来这个我们等一下再后面再翻，我们先翻它的。你的部分我们先不讲，我们先往后面翻。好。来哈，那
我不想再洗了，我先把它们抽出来。好，你看看，你看看。我一开始就说他那边的能量是往那里走了吧？到了圣杯8了哈，看吧，我刚刚是不是才说？我刚刚是不是才说这个下面它会有圣杯9、圣杯8的能量，有圣杯8的能量，对不对？看吧，因为也不是说什么预测到或什么，没有，它就是因为它顺着这样走，它终究要连接，终究会有圣杯9、圣杯8，然后它也会有一些风能量哈，再远一点也有可能圣杯10，可它已经是更远的位置了哈。然后它在更远呢，还会连接一些什么女祭司牌、星星牌啊，都有可能啦。哦，不是都可能都有，只是力量大小而已。那只是我比较意外的一点是，圣杯8这个它变成一个大的能量去占了这一个位置，因为它本来应该是隐性的躲在下面，它不需要特地跳出来站在这个位置。那它跳到这个位置的时候，我必须说，以他的角度的概念是说，他在犹豫了，因为他其中有一个很奇怪的感觉是，好像无法往前，所以他一直处在到底要不要告白。那这边一定需要一些火能量来让他往前冲，可是现在都是水能量，它就是在我刚刚说的，它在变成一个漩涡，它这个水量也还在，可是因为在这边斗转，所以它就变成一个强烈的漩涡。它水能量很强，表示它对于你的喜欢跟那个情感的渴望各方面的能量都很强了。好，只是因为出现的是8，但就没有出现9，所以我必须说，它现在有一种还是不要好了的讯号也有出来哦。那我们这里你这边没有办法做什么，因为我觉得它的这个。我比较支持它，是因为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它必须要这个犹豫，因为为什么？因为它现在的水能量对我来说有点太丰沛了，而且难以去思考它到底怎么做最好，好吗？直觉性太高，对我来说，它的直觉性太高。它的直觉性太高。那我们回去看圣杯6的位置的话，那因为我刚好少了讲圣杯6所带来的一个方向。那圣杯6这个位置的时候，还是好，因为圣杯6到圣杯8，我都会觉得它内在的水能量太丰沛，而且它太乐观了，他在遇到你的时候，或是他不是遇到你啊 ，sorry， 他在心里有一个新的念头，想要跟你告白的那个阶段开始的时候，对他来讲，他都已经觉得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跟你的关系都已经进入一个阶段，所以他在处理他跟你的关系要有变化的这个时间上，他已经开始在慢慢习惯跟你变成新的关系，不是变成交往关系或是恋人关系，不是哦，因为还没有告白，不知道结果，不知道你的反应。我的意思，他开始有这个念头，到他一直在你旁边，习惯他有这个感觉的时候，已经一段时间了。可是他这一段时间，他是一直都是放在一种比较乐观、很有感觉这样。其实他很长，已经有一段时间看你，他在他眼神里，你已经不太一样。他在慢慢习惯，他是属于乐观的。他本来是觉得说，反正我跟你告白应该都不会错，因为他跟你的相处还不错，他觉得告白应该不会破坏太多。只是当他越来越想要告白，或是他越来越觉得可以告白的时候，结果他就发现，哎呦，有些东西挡住他了。这是他，也是因为他的水能量很强，所以他能够敏感感觉到最底下有个能量在挡住他。好，挡住的是什么？这个我们等一下再看哈。那所以他目前处在这个停滞的漩涡状态啦。哦，来，这个牌其实在这里基本上都已经出现过了，就它已经有讯号了哈，在下面，譬如说，这里下面就有了啦。可是它不是，反正这个牌刚刚就已经有在支持他去告白之后会得到一些不错的东西。可是因为他自己把自己挡住了啦。那我这边他另外自己再出来的时候，就皇后牌嘛，他自己再出来说，他其实在讲一个东西，他在讲说，他相信你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能进到更好的阶段，这是他的一个很中心的中性视角，一种很核心价值。
他已经认定了，他已经知道了，他已经确定，但这个知道是只有他单方面的知道，这个是他在很靠近你的时候，还在支持他不要离开的一个最原始的一个概念，最原始的一个渴望。不然，如果不是这个，他没有相信他跟你在一起之后能够走得比较好的话，没有这一个或是别的牌，意义就不同。我先说，先不管是其他牌，我先说，如果这里没有这个，他有可能被你这边的某一种能量挡住之后，他心里会觉得还是不要变成新的关系好了，就这样就好了。我们前几天或是上个礼拜就有一组牌，我是不是不知道你们看到？但是我可以跟你们说，有一组牌是他在最接近告白的时刻，却选择了不如就当朋友一辈子好了。今天这个不是这个，今天这个是他没有，他还在想，他还在等。因为他一开始就已经笃定相信说后面有一个他真的可以跟你比现在还好，他心里有这个状态。好，所以我不知道他这个漩涡状态要多久了。好，没关系，我们再看，因为有时候抓的时间区块不同。好，来，哦，6了还不错啦，表示他有在往那里走了。这个不是说整个运势，不是不要讲运势，整个趋势是往那里走，不是这个意思。意思是他自己内心的概念是不能停下来，一定要慢慢的往跟你告白的那个方向跟那个端点走去。好，他没有要放弃，没有要停下，只是现在处在这个漩涡状态。好，但这个漩涡状态还是在行走中啊。我只是把它形成一个定点的漩涡状态，可是在它的内在，它其实还是慢慢的往前走，而且是靠的是水能量。宝剑六下面就是水能量嘛，很显的。但是它后面其实还有连接着一些有事情可以被显化心愿也是能达成的一些能量在这里，所以它这里只差的是时间问题。所以他内心的被这个推挤，被这个抗拒，其实只要靠时间，慢慢，他就会到那个端点，他还是会跟你告白，还是会跟你说他喜欢你，至少会表达他对你的感觉已经不一样了。这点我是蛮放心的啦，因为从这边出来的都是一些丰沛的受祝福的能量，即使是风能量，也是处在一种最接近水能量的方式。所以先做个小结，他现在虽然没有告白，但离告白只是时间问题了。你这边的那个能量挡不住他，因为他这里的水能量一直在高上扬中，而且他对于跟你告白一定是好事的这个渴望的浓度也越来越加强。好，来，我们来先针对这一张来翻3张牌，帮你看一下。我自己也很好奇啦，底下到底藏什么？我在想我要用什么牌翻。好吧，一样后翻前中后3张。这个我就用比较淡的方式来理解这3张。Focus 7，你这里的能量没有你表面中这么外向，那么渴望爱情你的内在是内缩的而且有一点是个人时间太久越来越内缩，对于感情越来越接近的时候，出现一种有一点惊悚状态有一种好像只有你要面对的一件，好像你这个感觉会像新的感情在靠近的时候，会有点像是你自己一个人在看恐怖片的感觉，好像对于新的感情来没有那一种欢天喜地的要双手张开的欢迎感，而是充满某种对于爱情的未知的恐惧跟害怕跟然后演变成某种不期待。但其实心情上是期待有这件事情发生的，可是是期待有这件事情，但是没有那么期待让它发生，这是有差的会比较想说有期待有人要告白，可是却没那么期待被告白的那一瞬间，这是有差别的层次那这边看出来是这样，那其实啦，这边有个解放，因为它这个牌出现了，它其实要讲的是说，
你去跟你比较好的朋友聊天，聊什么？聊看看，感情是什么？单身的寂寞是什么？孤独感又是什么？孤独的好坏又是什么？有没有人在一起的好坏？然后听听别人的爱情故事。意思是说，其实你近期只要多多的去感染，或是听听看看别人的爱情感受、经验、内容，去听，好，你会慢慢会滋润回来，慢慢会滋润回来，会比你现在这个状况再好一些。如果你没有这个问题，OK，那你还是可以去听，因为它会再加强。但是我相信。我不知道为什么说我相信，但是我觉得就是选择二号牌的有些人内在已经说起来了，说起来了哈，记得要靠比较多人的，而且要一对一谈的哦，不要从网络上看故事或是看小说换手，不要从这种爱情故事去，你要去跟你的朋友聊他们的过往爱情或什么，你要去感受爱情真实存在的那个气息，就会被滋润了哈，所以这个就可以破解掉。那他这个内在的那一个，我觉得他内在那个反抗力就变弱、变柔软，变得比较有弹性，所以他会渐渐感觉说你好像可以变比较亲近了，眼神会改变，眼神、说话、肢体语言相处会改变，所以他就会发现，可以告白的时机好像渐渐的出现了哈，好吗？哦，这个我觉得这个节奏是这样了。我目前翻到是这样，我只能先跟你讲这些，我看后面会不会有，但是我不想太琢磨你这边啦。我觉得你这个问题不大，我觉得这边就是一种，今天二号牌有蛮多未知恐惧在里面作祟哦。但是其实这个未知恐惧破解的方法就是更加的用善意来面对所有的无常发生就好了啦。反正任何你不期待的事情发生，不管好坏还是什么的，都去选择比较有善意的那一个选项去回应就好了，那就比较能够破解哈，就不会那么硬邦邦的会把它锁住哈。希望这个概念你听懂哈。来，我们接下来来看其他6张哈。来，像如果你常听，你就会发现说，我常常非常在意一件事情，就是你们的回忆是否充满善意，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哦，因为它会变成是一种循环，只是你不知道你是不是起点哦，你的善意的回应会不会是一个善的循环的起点？所以要尽量用比较善意的方式去回应任何事情，去选择任何事情。好，来看一下后面留着。哦，哇，也太美妙了吧！来，好，就放这里。好，看一下哈。对，8，那我看一下啊，8，这两个比较像是在一起了哈。他讲的是说，其实他跟你告白的那个时候，跟那个时间点，跟那个片刻，他是想得非常非常非常清楚的哦，而且他是那个时刻，他是非常有把握的，而且他也很有自信了。然后他要去跟你告白前，他会先跟他的朋友先确定一下他的这个告白的过程跟这件事情好不好。他甚至会叫他的朋友陪他一起去，然后他的朋友躲在远远的看他。他希望有人支持他 ，support 他哈。那不过他要跟你告白前，他可能会离开你身边一下子，不会很久，会让你比较没注意到他一下。他好像有点策略性的，要先让自己稀有一下，先不要在你面前频率那么高。等他下一次出现的时候，他内心是知道自己有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然后好像有点他准备好了要跟你告白这样。他不想要再跟你的相处里面太过频繁、太过黏腻、太过没有
突出的那一点的时候，就跟你告白，你会觉得他不想让你觉得太平淡的状况下就跟你告白，所以他有可能会消失一阵子，然后再出现的时候，然后会突然跟你比较接近，然后会让你知道说他喜欢你。但我觉得他会认真告诉你，他想跟你交往这件事情会比较明确。他比较不太会像是先跟你表达他对你的好感，因为你们的生活中相处里面已经有蛮多的相处的好感了，他不想混在那个里面哈。那这是他认为的要非常理智的状态告白，他不想用莽撞的状态来因为我觉得他一直出现，他有一个他会想要安排好的概念，他想要把一切都先安排好这样。那如果你想要他告白的时间其实那就是这个部分啦，就是对爱情再充满一些更正能量的期待，不要害怕以前的经验会再重蹈覆辙，不要新的故事、新的篇章就会有新的事情、新的好事。不要把它想成是会有新的坏事，会有重复的坏事。不要想坏事，先让自己的心宽一点。那这个能量可能就会出现一些开口。其实这里面有几张牌，其实那个世界牌的门都已经有打开了，都是顺的，只是一直没有跨进去。来，我再看这个。7，7等等7的话677，这个就反而在我这边是比较担忧的。我觉得，这个比较未来一点的。我比较担忧的点是，你会有的确，这我们前面就已经讲，你会有一种他告白瞬间的一种快速的不适应。不过然后这个不适应感觉会蛮重的，蛮沉的。但是好消息是会很快就过，因为他这个是恋人牌在带嘛。他的意思是说，只会一下子不适应，会有点惊讶什么的。但是他说，如果你保持着，我觉得这边有一点点在提示说，你先为他的立场想，你就能释怀这个不适应。因为他这边有一个比较需要付出的，他这个是一个比较需要付出的位置，他希望你保持比较高的善意来回应这件事，所以我把它转换成你先在意他跟你告白的勇气各方面，他的难处，他的角度，你就能够释怀这一个不适应。如果你是往自己的感受里去，你这个不适应就很难解，你会觉得有些东西、有些能量往你这边压。他这边讲的是告白的瞬间，然后因为权杖7出来了啦，所以他确实是在讲说你会蛮惊讶的。然后，因为他底下躲了一个塔牌，他有一种你会有一瞬间觉得 shock， 然后你会不知道要怎么反应。所以这边猎人牌告诉你说，你就先设身处地想，他其实跟你告白也很难。你可以先安慰他，或是先想到他的好，或是先想到他有多喜欢你，用他的角度来看你自己。你先多用他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你就比较能释怀。你会知道，这是一个很充满爱的一个瞬间。但是我必须说，无论你的不适应，或是这个充满爱的瞬间出来的时候，我必须说，那个瞬间很短，因为它真的就只有瞬间。所以这边要提示你的是说，好好的感受那个当下很重要。先不要往自己的难处或觉得自己的不适应去想，先好好享受那个当下的美跟爱的感觉，因为它一闪而过会没有哦。这边有在提示这件事情，就是不要去当下先去拘泥自己的奇怪的感觉啦。奇怪的感觉。那这边有说，慢慢的这件事情你再回想，无论你当下有没有答应要跟他交往或者什么答案都 OK， 但是他这边有说，你慢慢的才会从你跟他的关系进入了新的阶段之后，慢慢才会找到答案。那个时候你再答应他，或是那个时候你再好好的回应他都 OK， 不是好好的回应他，好好的回答他都 OK。这里有说不用急，
你不用急着为了让他开心随便回答一个，你甚至可以回应，用很舒服的方式跟他回应说我想一下就好了。其实这边也有在提示说，不要拒绝的那么快，因为真相跟答案在很后面，在他跟你告白之后，会有一段时间你会慢慢的开窍，感觉这件事，感觉行动的变化，你慢慢才会找到答案，而那个答案才会让你知道你要不要跟他交往，或是你跟他进入了什么样子的关系，也许比交往会更好，或是这个关系进入了新的提升，也许会慢慢往 soul mate 或是 best friend 走去，或是知心好友走去，都不一定。就是说，这个告白其实不是要确定你们的爱情关系，而是会确定你们两个要往哪里，会确定你们已经要走到下一阶。所以，但是要确定要是什么关系，一切都还是由你决定，因为那个真相只在你身上，但是没有那么快出现，要等一下。如果你当下感觉非常好，你就答应说好，也 OK。他这边有说，其实如果你有犹豫，你有些不适应的时候，先不要拒绝的那么快，不要着重在自己的不适应，而去用逃避或是回避或逃掉的感觉去回应他，这样会有点可惜。因为这里告诉你说，真正后面好的，你想懂的东西，你想要的东西在后面，但是必须经过你感受清楚跟想清楚。开窍之后，你就会知道这一个告白对你来说是什么，你再好好的答应要成为什么关系，两个人要往哪里走。这里讲很多，这里还蛮复杂的哈。我把它仔细把讯息都告诉你了，你去想一下哈。那我做个小结，好。这个人呢，跟你现在没有告白，是因为中间还有一个柔软的能量没有出现，他还没有找到那一个瞬间跟你告白的时候，两个人都会觉得很舒服的时刻。他等到了，他感觉到了，他就会告白。然后这边有在提醒说，无论他什么时候跟你告白，请你要用很高度的善意去回应，无论你当下受到的告白的感觉是什么，记得你的回应设身处地想他的角度比你先想你自己的难堪或尴尬，或是不好意思，或是不适应，重要更多。因为在提醒的是，你当下的感觉可能不是你最后想给对方的答案哦。那只是因为当下得到告白的时候，会有一个冲击，会有一个不适应的感觉，会扰乱你真的想给的答案。那你后面想真的给他答案，需要等一下才会出现，因为正义牌是出现在比较后面。那它出现在一个开智慧之后得到答案的位置，但是从这里到这边有一条路要走，要走一下子，他没有办法立刻在这里告白就有答案了，没有。好，所以我给的建议，你甚至可以回说，让我想一下，先缓一下自己的感觉。好，然后这边最重要的提醒是，你要设身处地的去想一下他的位置哦。好，因为无论你答应什么，这一件事情都变成你们两个人的事情了，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好，那这选择2号牌的朋友，希望给你一些比较好的方向感，或希望能让你理解很多东西。希望真的有帮助你啦。当你有一个要告白的事情将要发生的时候，希望你知道当下你会用什么方式回应。就这样了哈，谢谢你来听，祝福你。接下来我们来看选择3号牌的朋友哈。好，今天的题目是谁将要跟你告白？哈，这是一个非常热门的题目哈。那我们一样继续来看5张牌的能量结构，再看看整个故事的方向从哪里来哈。好，来我们慢慢翻哈。希望能够找到比较好的能量了哈。因为近期有一个小小的怪现象，都捕捉到比较远的，是在告诉我说，离你最近的人都被我们捕捉光了吗？没关系，我们再继续看哈，不要急，慢慢等就 OK。好，第一张是这个金币四哈，金币四。金币四做开端的能怪的话，基本上最基本的讯号应该就是偏保守。所谓的偏保守的意思就是说，目前你们两个人能量如果是处于在偏保守状态，表示他应该还没有找到要跟你告白的时间、心情跟，反正就那一个一瞬间，他还没准备好，他还没想好，他还没有感受到。但是他的喜欢。他的喜欢，从这一张牌，我往里面看，
因为我在看说他这一个方向到底是往里还是往外，就是说他这个保守状态是挡住他往你这边走来，还是挡住他后退了？哦，他这个保守，我在想，他是要突破了还是要往前？好，所以我看一下，这个我有点难决定啊，我很特别的多翻一张来看一下，来，好好。国王从这件是附近了嘛？哈，附近的牌禁止乱世，我觉得算是在等一个时机，再等一个时机哈。因为钱币室里面其实它有太阳的能量，它其实是很光明的、很正面的，它也很向往的，也愿意往前的。可是因为这个保守的能量出现在一个巩固你们两个能量世界的一个定义的角度上来说，现在这个时机偏保守、偏不需要前进无动静的状态的时候，我就想知道他在这里停下来的原因是什么。那我翻开了圣杯国王了嘛，它里面确实有说有一些让他往前的能量有出现的哈，因为映射出来的一些命运之轮的能量啊哈，还有一些主动性的能量有出现，但是很可惜不够强，因为最接近圣杯国王的几个牌都是属于一种对我来说比较走偏门，没有走正常路径啦，就是有点想绕路或者找别的方法，所以他现在处在一种，我觉得他就跟我在翻开这张牌之前就已经知道的。就已经猜想到的问题是，他正在处在一种找不到方法、找不到时机、找不到感觉。那他现在唯一拥有的就是对自己的自信。可是其实他拥有这个自信，他在往前跟你告白，其实都没有问题。可是他突然间变保守了，因为他可能在观察你的角度上，他发现他好像原本准备好要跟你告白的那个心情、场景，或是那个动机什么的，好像不够有力。不够有力，所以原本带着他的那个太阳能量，领着他往前走，他好像也停住，所以他就跟着停住了。所以以现在这个状态是，他选择了再等一下，再看清楚的状态。再看清楚的状态。那也因为我们再更细的翻到了圣杯国王，但它其实底下也会有一些什么月亮的能量哈，月亮牌的能量也有倒吊人的能量啦。所以它确实是有一些阻力，然后这个阻力其中带来了某种不安哈，是他在后来不小心发现的。那他本来有一些动能哦，我是觉得他本来有一些动能啦，就是太阳能量所带来的那个火能量，本来应该可以让他冲过去，就直接跟你告白，不用想那么多。可是当他越来越接近你的时候，我发现他有一些宝剑能量就出现了。好，那宝剑能量那是在他附近啦。可是不是属于他的，在他附近，他似乎被影响，也就是说他有被一些其他人的想法，或是你这边他观察到你的那想法，他发现他没有那么有把握了，所以他在本来应该可以冲动的跟你告白的时机点上就停了一下。没关系，因为后面还有很多牌啦，我只能跟你说，他现在是属于接近告白那个时间没有很近就对了。好，本来很近，但他停了一下。本来很近了，没关系，我再看一下。我们来做一下他，我想知道他旁边的能量那些了哈，所以我们再继续看就知道了。皇后，这倒是我有点意外的。我原本期待的方向应该不是这里，为什么我有时候会期待？因为我有时候会看到某些能量的顺。它会顺下来去某些地方，可是它出现这个就表示它不在我以为的那个方向里。我跟你说，这个牌出现之后，更加确定了。我说有一些宝剑能量挡住，他突然我觉得他不是突然犹豫了，我觉得他突然想太多了。他这个想太多，有点像是趋向于比较好的方向，因为宝剑皇后她虽然有映射一些宝剑能量嘛。可是它也带来了什么？它也带来了金币石的能量。所以呢，这里证明了一件事情：他想要表现得更好。但是我说他想太多，是因为他把他想得太好了。什么东西想得太好？他要跟你告白的那个场景跟完美度，他想得太好了。
他想要的太完美了。其实，在我们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在我们选择3号牌的朋友，我觉得他其实只要先告白以后就再说就可以了，因为我看到他本身所拥有的一些能量还不错，至少，偷偷说，我看到了2张魔术师牌跟着然后也有太阳牌都在附近，就是说，如果百分比占了100，2个魔术师牌占了，就可能就有占了大概40-50的魔术师牌能量哦。2张牌加起来200的话，那可能2张牌加起来200，占了40-50，OK。那就表示他自己个人要显化任何事情都是有能力的，可惜啦，可惜啦，我们看到了这里的宝剑能量跑出来了，他在一个需要直觉冲动告白的瞬间，被他的理智综合的影响了，所以他现在停了下来，并没有取消他要告白的念头。而是他突然想确定一个更高级的状况。我觉得他我个人觉得他的方向感错了。他的方向感变成注重了自己的表现，而不是注重了你的感觉。我这边大大的注入这个选择3的能量。觉得他要醒一下，我尽量把这个意念传进去，就是醒一下，醒一下。这一题比较适合莽撞的冲刺，因为他自己本身带的能量，我觉得都蛮好的哈，他不需要担心这么多。那我再看看这个，他反正他内说了啦，因为这个能量里面还有什么宝剑3啊、宝剑2啊、宝剑2、3的能量都有在，所以他其实说了一点啦。但以时间点来说的话，我觉得应该，因为底下的世界牌的门通道已经都开了给他往前走了，他只差那下一步哈。我希望后面还有愚人牌，让他直接往前冲。他现在差一个强大的冲刺力跟可能茫然的孤注一掷的感觉。为什么我在这一题特别觉得他需要？因为我在翻开金币4的时候，我就有一种排斥感。我觉得其实我一开始放在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干嘛停下来？因为我原本感受到我在洗这牌啊，感受到我要翻3号牌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一组应该是就要告白了。可是翻到金币4的时候，我就觉得干嘛停下来？能量一切都感觉不错啊，难道我感觉错了吗？我是有这个感觉，我是有这个想法这个概念在翻牌。结果看到这样子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应该在更莽撞的冲击，因为他已经快到了，快要告白了哈。那目前还看不出来他跟你的熟悉度或是离你多近了。我现在只能捕捉到他快告白前刹车了一下。那会停多久呢？我们等一下再看我们等一下再看。来，我们再抽。很有趣啦又是宝剑。我这后面没有做记号，我抽出来就是宝剑，我也没办法哈。我跟你说，宝剑骑士出来，更加强了他想要把这一个告白表现得非常完美的那一个想法。可是他这一个完美啊，他忽略了一件事情：绝对的直觉、绝对的浪漫也很重要，并不是所有的完美都是要安排的妥当、恰到好处才有的。他还是要有一些错误，还有一些瑕疵，还要有一些洒劲。尤其是告白里，他才会出现一些可爱。那现在目前看起来，他好像突然想要重新安排他要告白的状况。我是不确定他原本身上那个火能量有没有一直在跟着他啦。可是目前从这里看，甚至骑士，因为骑士跟钱币其实是在同一个角度上的牌子。其实他讲同一件，其实这2张牌讲的是同一件事情，只是这里又再加强了一次理智的部分跟过度判断的部分也加强了所谓的对自我的太过刁难啦，对这个
这一件告白这件事情的过度要求啦，也强调了这一件事情。好，那我必须说，他必须在这里挣扎一下，他就在眼前了，告白这件事就在眼前了。哈，来，我们再翻看看好了啦。哈，毕竟钱币4的时候并没有愚人牌的讯号，可是还好，整个能量偏了一下。哈，那个骑士这里就有沾到就有愚人牌的能量。好，它有一个往前冲刺的想莽撞的有，所以至少啦，我们往好处看哈，宝剑骑士出来的时候，它至少底下的那一个莽撞能量想要冲的能量还在。那只是最好等它完全熄灭前，赶快就往下走就对了。愚人牌的那个能量还在下面啦哈，还有可能，还是有可能就不要停在这了哈。没关系，我们再等看看，往下看就知道了。我尽量帮你，我希望牌面给我更多一点，就是他在哪，他靠他是谁啊？哈，那关系在哪里？这样，有的时候我们翻完整副牌，他都没有告诉我们这个人在哪，靠近你是跟你是什么关系？哈，他要怎么告白？有时候真完全都没有，都只在讲能量。哦，所以我会尽量帮你们捕捉一些比较生活的、现实、具体一点的讯息。那圣杯4哦，先老实说，圣杯4。加重了他停下来的那个想法。他除了停下来之外，他还有点拿不定主意。拿不定主意之外，他又想不出方法，好像又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他旁边有朋友告诉他说冲啦，可是他没有听进去，有这个讯号。但是这个是他刚停下来的时候有的状况，现在好像有点消弱了吼。可是这个能量还没走，什么能量？就是你听我讲的这个句子哈，他还想不出方法的意思是什么？他想要变得更完美，可是他想不出更新的方法。那他又觉得旧的告白跟实际不够好，那他又想不出更好的，所以他停在这里，你懂吗？那这样就是这样子。那我是有觉得他旁边有一些声音有出来，叫他冲冲冲就好了，可是他好像没听进去哈。毕竟圣杯4就是一个什么都听不到的一个讯号哈。那我再往下看，那我只能说，这一个静止状态出现了好几张女祭司牌啦，无论是从这边他自己原本这边联动的，其他牌联动的，这边联动的女祭司牌联动的，我觉得他不一定是他被自己自我要求，或是他想要表现得更完美而停下来，而是突然间，他内在有一个女祭司牌的能量突然亮起来了，闪起来了。我必须说，我们是用一种拟人化、拧牌化的方式来去讲他内在的能量，用牌子来说他内在的能量有个东西跑起来。可是他突然不知道为什么，他本来要跟你告白前，他突然内在有一个非常安静的声音跑出来了。他原本的那个冲动被拉住，停下来了。所以呢，通常这种能量出来的时候，我都会把它诠释成说，应该他告白的时机并不好。就是在他看不到的世界进行中的故事线中，他原本觉得要冲过去告白的那个时机，其实在他的身上或能量，或是其他我们不太明白的一些力量，把他拉停，好像就是在告诉他说，这时机不好。可是他并没有听到任何声音，他并没有任何其他力量介入，他只是心中内心突然就停下来了。那他很难具体的解释为什么，可是他相信了要停下来的这个概念，所以他又被动的去形容成是说，他想要表现得更好，他想要找到更好的时机，他想要看清楚，这是他后来的诠释。因为他想要诠释给别人听，也要诠释给自己听，所以这是他后来的诠释。可是他没有办法感受到最初让他停下来的那个瞬间感觉是什么。那我这边看到的是说，从这里有哈，这里的一个女祭司牌出现哈，然后这里也有啦哈，都是一些小小的，大概一点点。好，然后这里是比较深的、比较远的位置，我都已经比到我身体这里，它比较远的位置也有哈。这边一张女祭司能量加起来也包括30%的女祭司能量让它停下来了。可是我们看到女祭司能让它停下来，但是我们不能忽略，同时也有魔术师牌的显化这件事情往好的方向走的能量。只是我有点不太能接受，我本来想说不太能理解，但是我想说不太能接受的是，他竟然在魔术师牌去显化这个告白，跟女祭司牌让他安静下来，这两种感觉
同时我觉得有同时来哦，同时来的瞬间，他选择了女祭司牌带给他的平静跟安静。我想以这种能量的这样跑来跑去的，我觉得这样交错哈，虽然我觉得魔术师牌能量比较弱啦，但是他如果多了一点盲勇跟一点冲动跟一点勇敢，他可能会选择魔术师牌的那个能量带给他说，反正我先告白，后面的事情我接得住，这样子。那现在你可能就已经接到一个告白，可是现在就停下来了，因为我确实看到女祭司牌的那一个往最内心的平静、安定、平衡的强迫性的能量很强。因为女祭司牌它其实在某一些概念上，它是直接叫你 stop， 先停下来，先停下来再说。哦，但是很难解释为什么停下来这样。那只是他后面的解释就是他要再看清楚，他想要再表现得更完美了，因为这是喜得牌。哦，也不一定完全都是因为女祭司喊停所以停下来，不一定。但是它能量有一些交错，它确实是有让他一个起心动念先等一下。哦，那如果是这种刹车讯息，像这种停止讯息，我都觉得他就本来就已经非常靠近你要告白了。只不过很可惜，今天的靠近的这个定义，完全我还是没有看到是多近。我所谓的多近是朋友圈里呢，还是朋友的朋友呢，还是同学呢，还是工作同事呢？没有这讯息，等一下才会另外翻才看看哈。来，我们来这里哦，你看魔术师牌出来了，哎，这个位置，我刚刚是不是说魔术师牌在底下，跟女祭司牌一样都在底下？可是魔术师牌的数量跟能量确实是输给女祭司牌，所以他不得不被女祭司牌喊停嘛。那这一张他自己出现魔术师牌在这里的时候，这一个我觉得以他的能量分配来说，他证明了我刚刚说的，其实他可以2选1的，他可以选择魔术师牌的往前冲，或是女祭司牌的先等一下。你看吧，他确实可以，只是因为刚刚还没翻到牌子的时候，我必须帮牌面找个理由说，好吧，可能就是魔术师牌能量不够，所以他先选择女祭司牌。可是现在看起来，其实能量是相等的。那我猜啦，或是我的直觉告诉我，他就在那一个瞬间少了一点点自信。那我们等一下再翻翻看，那个少了一点点自信在哪里？他为什么突然选择了保守的状态？哈，那很可惜，我必须说很可惜，因为他内在最深层的一个最大的呐喊声是叫他冲啊，然后也知道他的本质各方面，在告白之后，他接得住你的任何反应。其实是有的，不然魔术师牌这么大的牌不会在这一个他的最内心本质的位置出现。好，那突然这个出现，他很多魔术师牌原本的位置都亮了。简单来说，这个位置他能突破，这个位置他也能突破，这个位置他能突破。虽然能力都比较小哈，魔术师牌的显化能力大概就10几%、20几%，这里也都是20%，很小，30%最多30%的能量，在每一个端点出现的时候都有机会。他如果选择了去勇敢去突破，他都有机会突破。虽然能量都不是能够过半，然后能够立刻带动他，可是他必须要多一点说服自己，跟多一点勇敢，他就能冲了。可惜，在每一个关键点，他都错过了魔术师牌给他的那个冲动。好，因为他毕竟魔术师牌是一个水星能量很强的、直觉的、感性的、感情的追逐的能量，好几次出现的时候，他都没有跟随着这能量去，就错过了好几次最好的告白机会。你知道为什么说错过了好几次告白机会了？因为他来到跟你告白的路上，他会有好几次的关卡阻止他。那他每一次都选择女祭司牌，他就转往，比如说你本来在这里，他往这边来的时候，那每次都选择女祭司牌的那样转，他就掉头了。但是如果选魔术师牌，他就会直加速的就告白了。我的具体概念是这样子哈，没关系，我觉得有的时候事情就是会峰回路转。你要相信他选择等一下，也是某种直觉在牵引他，不一定是完全理性哦。我所谓的他的理性，觉得他应该要再看清楚事情，要把它表现得更完美，那是后话了。我觉得那是后话了，因为宝剑能量抵不过深层底下的影响，所以这都是后话，这都是他有意识的去形容他为什么要停下的一种解释。就像我刚说的，解释给自己听，解释给他的朋友听，或是有人问他需要解释给他们听的后话了。没关系，我觉得这组蛮精彩的，我再继续往下看哈。那这里我选一张牌来翻3张，我来把它内在的信号再做一个补充了。
选择谁呢？今天我们有这个好了，很久没有这牌，怎么是完全相反的？哦，不小心来选3张，选魔术师牌。我来问问魔术师牌这个位置为何没有成功的让他往前冲哈？这一题让我比较激动了，因为我有发现某个关键点，他竟然选择我不想要他选的方向。好啦，以我的角度确实有点看好戏了，但是我是有看到他原本我就觉得他能量不错了哈，告白也没什么不好。然后这一张，这里好了，又出现了，好啊，好啦，他说，女骑士牌能量比较高啦，女骑士牌能量终究是比较多啦哈，所以很难战胜哈，这个停止的讯号确实是比较强一点。那这里也有，这里就这里有，所以这边在讲的就是这里了哦。那这里也有一点点哦，确实魔术师牌的，就是说我们打个用好笑的方式来讲好了，比较玩笑性的方式来讲哈，就是他原本有一个很强的火能量，是太阳牌指引的，冲到你面前，准备要跟你告白。他没有想那么多，可是，在要跟你告白前，非常接近你的时候，有一个能量的对撞，你的能量跟你的能量快要接近的时候，应该会有一个摩擦跟一个对撞。然后那个时候，他内在的某一根类似女祭司牌的讯号，叫他先等一下，因为他突然没有把握了。可是他内在有一个声音，有点像是天使与恶魔，他内在又有一个声音。魔术师牌告诉他说：“你有能力接住你告白之后的任何事情，而且你更有能力去显化出你想要更好的事情。你可以心想事成，你可以显化。可是这2股力量，2个军队，女祭司牌战胜了，大概就这样哦，大概就这样。然后我再去找一下底下的，我确实发现各个牌映射出来的女祭司牌确实是比较多。他们在提醒说，在那一场战争中，女祭司牌确实是能量比较大，所以她赢了。大概就这样了哈。”然后这张牌有说，其实，在那一个关键点，他选择要不要告白前，那关键点他旁边没有任何朋友，他没有任何人没有问，甚至他忘记去问别人的意见，他就先决定先等一下了。好，因为他内心的那一个停止能量，除了女祭司牌，其实他底下有塔牌，塔牌有在告诉他某一种瞬间觉得他会搞砸一切，他应该是在那一个瞬间有一丝的感觉告诉你说你会搞砸，你会搞砸，他就相信了，他就接受了，他就被拉住了，这样也不能怪他啦，因为他就是那一瞬间要告白前的某一个勇气，可能脱逃了。我个人是觉得这跟懦弱或什么没有关系，我倒觉得倒是蛮戏剧性的。应该是说，我比较相信他可能内在有某一种很强的直觉，突然高涨到告诉帮他决定。那为什么要做这个决定？因为还有更好的时机在后面。那因为女祭司排在底下。产生这么强的能量，女祭司牌已经是最高度的直觉了，再不相信这个直觉就很难了哈。那魔术师牌还是比较需要去把4个能量去显化，它需要有一些物理性的行动啦。魔术师牌比较像是说把能量聚集起来，说然后显化成一个具体的东西、物质的东西，它比较像是精神转物质的概念，所以它在某个分配上，它是属于5-5的分配掉，它不像是女祭司牌是完全绝对精神力的，所以比较这一个直觉的瞬间来说，女祭司牌当然是会赢的，因为比绝对的直觉力来说，女祭司牌就是比较强大，所以我觉得在某方面来说是合理的。可是以我自己个人的主见跟偏心私心来说，我会想看到他选择魔术师牌去战胜了这个直觉，这是我这个看好戏的心态。但是他还是选择了他内在最强大的直觉，我觉得也非常合理。非常合理。好，我觉得这第3组牌非常精彩。我们连你都好像是一个观众一样。好，我们再看后面6张。好，可惜，我还是没有看到
他是谁哈？他在你哪个区域里？这样，我希望后面的6张有，好不好？我加强一些这些意念哈，告诉我他是谁，他在哪里，他离你很近吗？他是你的朋友圈什么？给一些比较明确的生活上的讯息啦哦。希望我注入这个意念有所影响哈。来6张，好。再3张哈，给个位置哈，给个位置。可以在下面一点哦。我最喜欢的牌出现，这组牌里面我最喜欢的牌出现。好，让我理解一下他深刻的意思。哦，好啦，我知道了啦，他为什么会停了？因为他正在迎接他一个翻转机会。什么翻转机会？他有一个新的提升，就在附近了，靠近他了。好像是外来的事情，不管是工作什么，他有一件事情，他会突然有一个新的提升，在他告白之后，所以他可以用一个更好的自己，跟一个新的提升自己后面之后再来跟你告白，可能成功率或是整个合适度各方面，他已经有点再更好一点。好，因为如果他先跟你告白，然后你跟他已经比较近了，或是想试着交往之后，开始你也要跟着一起经历他这一个升级转变，那这一件事情可能要从比较负能量转为正能量，他可能你会经历到他有一个比较低潮的状况再升级这样。那他先不告白，他先经历完这个之后，他再来跟你告白，状况会比较好。那在后面要再跟你告白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会有他的朋友的牵引或帮忙，或是某种邀约，你们会在某种相遇的场合的时候，他会跟你告白。那时候他已经变得比较好了哈。那因为我这边翻了6张牌，我给他的设定是在不告白之后会发生的事情，就都一些比较好的牌都出现了，而且有转向好的那能量大于刚刚前面的这个状况，确实是有，而且其他的角色都出现，朋友、其他人的祝福都有出现哈。那我们再往好这边也是哈，他现在这个停下来，是因为他迎接他自己人生中某一个小小的经历，一小段。那一小段确实是有一些小小的成长哈，然后，所以我想他是被别的能量拉住的哦，别的能量拉住，他瞬间相信了他那个直觉是对的，因为那个直觉是突然注入他心里，告诉他说：“等一下，他听到了那个声音，他以为是自己的声音，所以他停下来了。那这个停下来之后呢，他原本跟你告白的那一个能量、那个冲动会先消失，会转换成一个新的感情能量，他会用一个比较不一样，有别于他没有告白之前，就是这前后会有不一样的能量。他在看你的时候会有点不一样，他那在看你的能量就已经不是太阳牌那些人，他用的是水能量在看你，所以他会看得比较细腻、比较清楚，更加知道你是什么样子，你需要什么，然后再去重新想要怎么跟你告白。所以从这张牌所告诉我的一件事是，他之前要跟你告白的那个冲动里面，都只有在注意力都只有在他身上。这个我们刚15分钟前是不是有讲了？他在犯一个错误，就是他只在乎自己的感觉，他忘记在乎你的感觉。所以这边终于讲出来了，这一个女骑士牌的刹车是要他在后面醒一下，他必须要在更在乎你的感觉之后，再确定他什么时候用什么方法跟你告白会比较好。再加上他会有一个新的转变，他不如先把他自己的新的转变成长到一个新的阶级之后，新的等级之后再来跟你告白，确实会比较好。所以我在想，这个能量女骑士牌的介入是对的，他相信这个方法也是对的。好，因为后面的东西，后面要再来跟你告白的，他确实是比较加分的，这能量都是比较好的。好，都顺着走了。我刚刚是不是说他在他选择女骑士牌那一瞬间的时候，他是不是没有人可以问，没有人可以帮忙？他也没想到要去问朋友，他那个时候是独立孤独奋斗了，对不对？因为他那个时候的能量确实是没有连接到旁边的人，甚至我这边才会突然发现说，原来他是偷偷喜欢你，他就要偷偷告白。可是后面他在某方面醒了，他就知道他跟他的朋友讲，他去问他朋友的意见或什么的，我猜还是有这个分界点哈。所以后面确实有比较多人帮忙，给他比较多他意见，然后现在给他意见，他也比较能修正一下他自己。反正啦，他这一次停下来，后面再来跟你告白的他是比现在好很多的啦，好很多，必须说是好很多，因为死神牌在这里，他告诉我好很多，更好的他，所以在你的角度上，我觉得这个转换要再等一下，因为我发现他中间有2件事件
要发生，他才会来。那这2件事件发生，我都会给一个单位，每一个事件大概就3个月，3个月大概至少要半年之后，他才会再来跟你告白。所以他其实不是很靠近你的人，他不常出现在你附近，但是他已经喜欢你了。或是还有一个方式是，他原本很靠近你，他也可以很靠近你，他可以找方法很亲近，但是在他这个停止下来，他要去他的事情，他的人生线正要发展一个新的事情，这段时间他会先不出现在你视线里。然后我跟你说，他没有出现在你视线里，对你一点影响都没有。在你的时间线里，你会觉得这段时间过得很快，等到他再出现你面前的时候，你也没有觉得很久，是因为现在这张牌告诉你说2个月到6个月你会觉得很久，可是我告诉你，因为他原本在你的生活里出现的频率都没有非常高，所以他的不见现在跟消失对你来讲没有什么特别感觉，好吗？好，所以从这几个讯息看起来，你不会想出来是谁。其实他要跟你告白这件事情，从他看到你开始觉得喜欢你，要跟你告白这一段时间很短，所以他才会用一种冲动的方式要靠近。可是他内在的某种觉得自己的不够好的警觉让他刹车了。有这几个重复讯息一起，所以3号牌的朋友，他不是你很熟的人，认识但是没有很熟。那女祭司牌在这边挡住，让它变得更好再来，我觉得真的比较好。以现在这样方式发展下去就是比较好。好，这就是3号牌整个故事转折很复杂，不是很有趣所以才说要往下翻，因为往下翻才发现时间的前中后嘛。好，那你再等一下啦，再等一下如果不错的话，可能会在圣诞节左右年底会出现哦。这是我用时间的推断，牌面上没有这样说，这是我用时间感受上的推断，我觉得有可能，好吗？留下一个伏笔。好。就这样这选了3号牌的朋友，总之我觉得这个人不错，很祝福你，期待你很快就跟他相遇。好，就这样，谢谢你来听，祝福你们了。